我村供奉着一座狼神庙，传说凡有子嗣不育者，于月圆之日前往狼神庙，可得子嗣绵延。我本是不信什么鬼神之说，直到有一天我被姑妈送进狼神庙，不久就真的怀了孩子。放开！狼神大人，我不是来干这种事的，是姑妈说狼神庙招聘扫地女，我才来的。哼，扫地女，你趁我满月之时上门，还想跟我玩角色扮演？满村人，谁不知道今日是我法力最虚弱、身子最缺养分的日子？求求您了，我真的只是个村姑，我给您烧香，我给您磕头，您别这样。走吧，我不喜欢强迫。该死，以往亲戚都能压制住的。为什么遇到他就压制不住了？你客死爹娘！要是不去狼神庙当扫地女，请狼神宽恕你的罪过，你爹娘是要下油锅的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想让他们在底下活活炸成油渣吗？我是客死爹娘的罪人，求狼神大人垂怜。得我眷恋，受我庇佑，别怕，把自己交给我。谁在肉色天姿国色，你与欣然，我愿稍作一本过，一团火，如雨从此混动思。李嬷嬷，我这几日下地干活，腹痛频繁，肚子一夜之间也像吹了气一样大了起来。我这是得了什么病？作孽呀，万和丫头，你哪是得病啊？你这脉象如走猪急奔，分明是足月将产的滑脉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只有3个月前那一次，而且怎么会怀胎3月就足月将产？李嬷嬷，您是不是诊错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老太婆，我在满村看了一辈子病，牛马接生都干过，绝不会诊错这滑脉。你这胎气走得极诡异，太急太凶，你得赶紧去开药，再拖下去绝对是一尸两命。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我的孩子也不能死。我马上回家拿钱。不用了，我们都听见了。唐婉和，你要的是不是这个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还给我！这是我今生的钱了。呸！没规矩的小骚蹄子！唐家养你这么大，如今你堂弟马上要讨媳妇了，拿你这点破铜板给他当彩礼，那是抬举你。我爸娘留下的那3亩水田和屋子，全被你们霸占，现在还抢到这里来。你一个克死爹娘的丧门星，我们抢你东西，那是替天行道。更何况你还怀了个野种！不要脸的烂货！你连婆家都没定，就有了别的野汉子的孽种，我唐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不知廉耻的畜生！说，那个搞破鞋的奸夫到底是谁？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是他。得我眷恋，受我庇佑，别怕，把自己交给我。也要耗尽所有委屈，再配上这一条烂命。爱情这场苦行，叫人哟，唐婉和，干完农活了。我家今年收成不好，都怪你这个克死爹娘的扫把星。给你个机会，去狼神庙扫地赎罪，赶紧去吧。后山的狼神庙荒了10几年了，里面全野猫耗子，去那里当什么扫地女？我们做的决定，哪轮得到你个吃白饭的丫头多嘴？你克死爹娘，让你当扫地女，给他们赎罪还不乐意？姑妈，药祖，狼神面早就不灵了，而且还是荒郊野外，我能不能换一个庙？开门！药祖，姑妈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放我出去！婉和，我马上就要吐媳妇了，你那个死鬼爹娘留下的房子，就给我当婚房吧。只有你死在这儿，我才能拿走你的房子。是谁趁我情息擅闯狼神庙？
小心！只有你为我照亮，为我出奈何你。无常。绿色肉色天姿国色，你已欣然，我已稍作一盆果。流连风泽，魂不似墨，真情假意求不得，看不破。得我眷恋，受我庇佑，全都是骗人的鬼话。狼神大人欺辱我，说出去也没人信。可这事是因唐耀祖一家而起，我怎么也得去找他们讨个说法。尊上，您的修为竟然连破瓶颈，连升了2级。昨夜定是哪位有大造化的女子助了尊上一臂之力，属下这就去将那女子寻回来。找她？不必。尊上，算准了本尊发情之时，满村的人一如既往的狡诈贪婪。他费尽心机爬上本尊的床，拿走狼毛，不过是为了求取力量和庇护。那女子的居心竟如此险恶。那枚狼毛上附有本尊的法术，若他有生死之危，狼毛自会护他周全，全当是还了他昨夜助我突破之恩。从此，本尊与他两不相欠。恭喜唐家老哥田嫂子，药枣这下可算成亲了，彩礼这么丰厚啊，太有面子了！同喜同喜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这是我爹娘留给我的房子，你们怎么能擅自用来成亲？你竟然没死！你这一夜未归，去哪里疯了？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胡说八道？谁不知道你想吃我的绝户，夺走爹娘留给我最后的东西？呸！你个不要脸的小娼妇！昨夜夜不归宿，指不定在哪儿鬼混，不识检点。现在竟然还有脸回来阻挠我家的婚事！夜不归宿，是你们假借当扫地女之名，把我骗去废狼神庙，然后锁上门放火。你们是想活活烧死我！哎呦，老天爷呀！大家伙儿听听，这小贱人自己不甘心堂弟定亲，就编出这种瞎话来故意闹事。谁不知道那破庙荒了10几年了，谁会去放火啊？婉和丫头，你就算嫉妒耀祖，也不能这么编排自家亲姑妈呀！我懂了，原来昨晚那场火，根本就是他们为了今天能抢走我最后一点东西所做的局。婉和，你也别闹了，家里也没亏待你，给你找了一门好婚事。村西头的老头赖头章愿意出2两银子娶你，你刚好可以和耀祖同一天出嫁，这也是你的福分。好婚事，想拿我换钱？我告诉你，我唐婉和就是死，也不会再任由你们卖来卖去。从今天起，我跟你们唐家断绝往来，再无瓜葛。张老哥，只要你今天把人带走，价钱好商量。张老哥，只要你今天把人带走，价钱好商量。哼，彩礼我今天就能给，但他的大肚子太碍眼了，咱们丑话说在前头，这孩子必须处理掉，干干净净的进我张家的门。那是自然，张老弟你放心，这伤风败俗的野种，就算你想留，我唐家的族规也容不下。对，绝不带过去恶心你。你们无耻！3个月前我已经说过跟你们唐家恩断义绝，我不是你们的货物。呸！你吃我的喝我的长这么大，就算断绝关系，你的命也是我唐家的，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。婉和，你也别怪我心狠，你喝了这碗落胎药，干干净净的嫁给赖头章，总比带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野种进猪笼强啊。
婉和，听话，只要这野种没了，你还能换2两银子。若是你不喝，我就只能请族老来按族规将你沉坛了。滚开！别碰我的孩子！你们敢动我试试？我腹中孩子的父亲是狼神大人，要是让他知道你们敢伤我和孩子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哎呦，唐婉和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做梦呢？狼神大人真有这么好的父亲？怎么这3个月都没见半个人影来救你啊？别跟他废话了，老子来按住他。等他喝了这药，老子正好带个干净女人回家快活。给我喝下去！哦，小贱人，敢咬我！老天爷呀！婉和丫头这肚子竟然是真的有了，作孽呀！连个婆家都没有，这是怀了哪家野汉子的种啊！娘，你还不快点把这丢人现眼的东西拉进去，别让他在这坏了我的名声！狼，好多狼！老天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滚开！都滚开！哪来的畜生！你们看，这些狼好像是在护着婉和丫头。难道是婉和丫头太可怜了，连山里的狼都生了灵性，跑来护着她？老子花钱买的女人，还能让几条畜生给拦了？滚开！你那2两银子，买的是他们唐家那黑透了的良心，买的不是我唐婉和的命。这唐家也太作孽了，婉和丫头都见红了，还逼着她跟屠父走，这不就是要人命吗？大家别被他骗了！你们忘了吗？3个月前，他在后山废狼神庙失踪了整整1夜。如今他未婚先孕，大着肚子要生，还引来这么多狼，这正常吗？他肚子里的东西恐怕是个灾星，灾星，难怪会引来狼群护主。完了，难不成村子里要降大灾了？造孽，简直是造孽呀！我满村百年清誉，怎能毁于这妖异之事？族长爷爷，我没有，我的孩子不是灾星。是不是灾星，不是你说了算。既然此事因废狼神庙而起，那就把他押回神庙，在狼神像前验明正身。不是的，族长爷爷，我没有。尊上，是您留在下界的狼毛，狼毛与这件神器气息相连，狼毛受损，说明那位凡人女子此刻必定遭遇了极大的生死危机。生死危机，不过是人类惯用的狡诈伎俩罢了。尊上的意思是，他故意摧毁狼毛，无非是想用这种苦肉计逼本尊现身，好以此要挟，索取更多的力量和好处。满村的人骨子里流的都是贪婪的血。那属下是否需要下界查看？去查清楚，但记住，不许贸然插手，更不许让他发现。本尊倒要看看他究竟能演到什么地步。遵命。守住前后门，等时辰一到，若生下来的是个怪物，立刻点火。孩子，娘就算是死，也一定要把你生下来。乡亲们，3个月前狼神庙走水，唐婉和独自一人在此夜不归宿。这破庙荒了10几年，她一个清白姑娘来这儿，肯定是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就是大着肚子还引来那么多狼，这哪是正经人家的姑娘能干出来的事儿？她的肚子里肯定怀的是灾星。我的孩子不是灾星，他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呸！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等灾星落地，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。我求求你们，哪怕要我的命，也请你们饶过我的孩子，孩子是无辜的。族老，这事儿必须给个说法。若他真怀了灾星，这母子俩都留不得，必须得直接烧死，以绝后患。把前后门都看死了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。孩子，娘不会让他们害你的，哪怕是死，娘也一定护着你。那日，你若说的是真的，求你来救救我和孩子吧！生了，估计是生了。族老，
咱们快进去看看。哎，这是这是。这是我的孩子，谁敢碰他一下，我就跟谁拼命！你个破鞋，生了个妖怪还敢这么神气？今天老子就要把你这妖妇烧死，给咱们村驱除灾祸。至于这头小狼，老子还要拿去镇上卖了换钱，抵你的彩礼。对，烧死他，烧死这个妖妇！你们一冲进来就喊打喊杀，还要烧死我，拿我的孩子去换钱！你们这群披着人皮的畜生，到底谁才像妖怪？狼神大人在上！这唐婉和明明做了错事，生下妖物，竟然还不知悔改，辱骂乡亲。今日废庙出现这么多异象，群狼出动，现在又生出这种怪物，若是不处置了他，咱们村子恐怕真的会被神明降下天罚呀！妖族说的对，绝不能让这妖物连累全村。来人，去外面把火盆准备好，把这妖妇给我带出去，烧死请罪！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狼师大人，救救那个女人！她刚生下神嗣，他们要烧了她祭天。什么？尊上，出大事了！何事如此惊慌？本尊不是让你去查那凡女吗？尊上，那凡女没有使诈，她怀了您的骨肉。就在刚才，她在下界的废庙里生下了神嗣。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狼神一族因当年满村的背叛诅咒，早已绝嗣多年，怎么可能在区区一个凡女身上留下血脉？尊上明鉴，有小狼亲眼所见，那凡女为了护住神嗣，几乎被村民打死。这廉耻的畜生！孩子，给我喝下去！哦！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是本尊误会了他，他竟是在用命护着本尊的孩子。尊上，现在下界的村民将那神宿当成了妖怪，只要在废庙前架火盆焚烧，那凡女也危在旦夕。不要烧我的孩子，求求你们，哪怕烧死我都可以，放过他吧！你这妖妇还敢求情？生下这种怪物，死不足惜！尊上不可，满村早被您抛弃多年，神印已断。您若强行撕裂空间降临，必定会遭到法则反噬，大幅损耗神力啊！他一个人守着本尊的孩子，等了本尊整整3个月，这一次，本尊绝不能再晚。唐婉和，你就亲眼看着你这孽种是怎么在火里烧成灰的。对啊，他不是灾星，你们这些披着人皮的畜生，如此恶毒行事，才会真正引来天谴灾祸。唐婉和，你还在白日做梦呢！你生下这么个怪物，若是不烧了他，我们全村才会被神明降罚。跟着妖妇废什么话？还不赶紧把妖物扔进去！烧死他！烧死妖胎！烧死他！烧死妖胎！不要！上为愿去踏破山河之巅浪，别显灵了，狼神显灵了！看有别的尽头，像是人天光。魔怪要添了情况，常为愿那些难忘，险与魂伤，一起逝去对不忘，这一人的船，过晚上，待到蓦然回首还无恙。是我误你，也是我来迟了。尔等蝼蚁，
竟敢对我七羽神族动手，该杀！妖怪来了！他是个妖怪，大家快烧死他们！那是古籍里记载的神文，他不是妖怪，他是狼神大人。狼神大人饶命！狼神大人饶命！我们今日不过是按村里的规矩处置未婚怀孕的女子，这都是为了村里的规矩啊！对，我们都是为了全村的安危着想。唐万和，你若早说孩子父亲是狼神大人，我们怎么会误会你？说到底都是你的问题。哦，你们真的是为村里着想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听懂大人在说什么。是我，3月前是我抢了唐婉和的房子，我怕他活着瞎嚷嚷，才故意把他骗去飞狼神庙的。是我用大锁锁上了庙门，我就是想让他活活烧死在里面。这小畜生没死，我们想把他卖给赖头章换2两银子，没想到他逃了出来，担心事情败露，我们才故意提议要将他烧死。太恶毒了，竟然为了抢婚事谋杀亲侄女，难怪刚刚唐耀祖一直撺掇我们烧死唐婉和，原来是别有用心，你们简直猪狗不如。婉和，你来决定如何处置他们。今日你就算想杀光他们也无法。婉和啊，你父母死得早，是我们唐家给了你一口饭吃，把你拉扯大呀，我毕竟是你的亲姑妈呀。是啊，婉和，你如今有狼神大人撑腰了，飞上枝头了，难道就要逼死养大自己的亲人吗？你这可是要遭雷劈的呀。婉和，我可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丁啊。这唐家虽然恶毒，但毕竟把婉和丫头养大了。是啊，真要逼死亲姑妈，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听。好一句养育之恩。田氏，既然你说养了我，那我母亲留下的那只雕花银簪在哪里？我父亲留下的3亩水田的田契在哪里？我这些年起早贪黑洗衣上山采药，一文一文文攒下的血汗钱又在哪里？婉和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没有。哼。真的，婉和说的竟然都是真的。唐家一直在吸唐婉和的血。你好恶心，我才不要嫁给你！这门亲事今日彻底作罢。不，陆姑娘，不要退亲，我没错，错的是唐婉和，是他挡了我的路。唐婉和，我要杀了你！好大的胆子！本尊今日便废去你们人骨人魂。法尔等3人褪去人形，化作畜生。婉和，怎么会虚弱成这样？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把孩子还给我！别怕，孩子在这儿，这是你拿命护下来的孩子。我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能再从你手里夺走他。你既然说狼毛能护我，可为什么这3个月你都没有来找我？为什么在我快要被烧死、被卖掉的时候你都不在？是我错了，是我误会了你。你受的这些苦，日后我定会用尽一切来好好补偿你。此地阴寒，我先带你去行宫养伤。这满村都容不下我，神明的地方真的容得下我这个凡人吗？终于回到所有的音乐。你父母的银簪和田契，我已命人单独收好。这些，连同这店内的所有东西，都会随你一起带走。从此以后，没人再能抢你的东西。你给我这些，是想作为补偿买走我的孩子吗？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我的孩子。婉和，这些不是买走孩子的价钱，这是我欠你的照顾。你身子太虚，我来喂你。谢谢。你身体太虚弱，还要继续疗伤。你因为你眼中的星光照亮了我的长夜。尊上，神域的灵舟已降临行宫外，玄卯、灵树姑母和阴影小姐到了。
造孽呀！那些天杀的凡人竟把你折磨成这样，他们竟然没有嫌弃我。好孩子，你受苦了。以后谁敢欺负你，这镯子先替你挡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你拼了命护住我玄氏的血脉，莫说一个镯子，就是要天上的星星，玄家也给你摘。凡人的身体不能按神族的方式硬补，这是我特意为你调配的产后药膳，温和滋补，最适合你现在的身子。你也是，一点都不懂怎么照顾人，看看把这丫头瘦的。小侄儿，小侄儿，我是姑姑呀。嫂嫂，这是我给小侄儿的见面礼，你可一定要收下。今日我把话放在这儿，能拼了命护住神宿的女子，就是我姻缘的妻，南泽神族认她，谁敢对她有半点不敬，就是与整个玄氏为敌。他们对我这么好，我一定要乖乖的，不能再麻烦他们了。等养好伤，我会带你回神界，我会向所有人正式公布你的身份。公布我的身份？这衣服太贵重了，要不还是算了。我只是一个凡人，你是南泽的神主，要不还是算了。看着镜子，你看到了吗？神寺的血脉是与你相连的。灵叔也说过，只有在你身边，他才安稳。你不是谁的附属，不是被本尊带回来的凡人玩物，更不是因为生了神嗣才被留下。你是神嗣的母亲，也是本尊亲口认下的妻。这南泽神界，本尊认你，谁敢不认？传令下去，准备归神宴。本尊要正式向整个南泽神界介绍我妻与神嗣。听说了吗？尊上今日提前回南泽了，还要开归神宴。听说尊上今日还要向大家介绍神后，也不知道这神后究竟是哪位有大造化的贵女。青莲姐姐，这还用猜吗？整个南泽神界，论血脉，论出身，论这些年辅佐尊上的功劳，除了您，还有谁配得上站在尊上身边？青罗姐姐，您今日穿的这身流彩水纹袍，可是按照神后的最高规格赏赐的。这神后除了您，还能有谁？就是，等会儿尊上宣布了您的名分，我们可都要改口了。妹妹们，快别拿我打趣了，这等大事，一切都要等神主的旨意。神主到！这女人是谁？竟然能让尊上亲自牵着手？看她身上的披风，那可是尊上的贴身神物，她怎么会站在尊上身边？还有她怀里那只小狼，额间的经文竟和尊上的经文一模一样。诸位，本尊今日设宴，只为向整个南泽神界宣布一件事：她唐婉和是本尊亲口认下的妻，也是这神寺唯一的母亲。神寺，神主一脉已绝嗣多年，这贵女竟有如此大的造化？不，这不可能！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女人，凭什么抢走属于我的位置？恭喜神主，贺喜神主！只是不知这位姑娘是哪方仙族的嫡女，竟能孕育出如此尊贵的神嗣。婉和并非仙族嫡女，她是凡间满村一名普通的凡人女子。凡人？尊上的妻子竟然只是个凡人？凡人寿暖如朝露，血脉更是低贱肮浊，怎么配做我们南泽神主的妻？我看啊，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意外怀了神嗣罢了。等神嗣神脉稳固，这孩子里交由神族抚养。她一个凡女，哪有资格教养神嗣？他们说的对，我只是个凡人，寿命不过区区几十年，如何能与神明长相厮往？唐姑娘初来神界，许多规矩都不懂。我知这话不该由我来说，但为了神嗣好，你该早日将孩子送入神殿的暖脉池中温养，而不是带着神嗣四处闲逛，想要炫耀自己的身份。我抱着宝宝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，灵叔姑姑说过，宝宝要跟在我的身边，才能安稳。唐姑娘，你怎能如此自私？就算你是神嗣的生母，但也不能以母爱之名耽误神嗣的未来啊！神主，青莲所言极是，神嗣关乎南泽神族未来，这凡女确实不懂规矩，
多年来，神寺幼体都在暖脉池中温养，如今强行将孩子留在身边，百害而无一利呀！还请神主下令，将孩子移入神殿温养。放肆！本尊的家事，何时轮到你们来指手画脚？孩子由我妻唐婉和亲自照看，任何人不得擅动，若有违抗，杀无赦。身体不舒服，我带你回去。神主怎么就被一个凡女迷了心智？神寺留在凡人身边，若是真出了什么岔子，该如何是好啊？长老莫急，如今神主被那凡女迷惑，大概率是因为神寺在他身边。只要这个凡女把神寺交出来，那我们就不会拿他没有办法。宝宝乖，等爹爹回来，我们就……唐姑娘，长老们正在神殿缓候，神寺降生，按规矩必须进行血脉检测，还请唐姑娘带上孩子随我走一趟。什么血脉检测？姻缘没同我讲过，他不在，等他回来再说。唐姑娘，我知你防备我，但你一介凡人，血脉终究不纯。神寺降临，若不提前检测血脉，若是先天不足，将来很可能神脉崩散，夭折而亡。我已同神主说过，他马上就会回神殿找你。不行，宝宝不能有事。好，我跟你们去。凡人气息太过肮浊，这幼郎在母体中沾染了凡俗浊气，若不赶紧送入暖脉池中，用纯净神力温养，只怕很难稳住神脉啊！什么？那该怎么办？唐姑娘，你既为神寺之母，就该识大体，立刻将孩子交出，送入暖脉池。我不能。唐姑娘，你若真的爱这个孩子，就该为了他好，学会放手。不是，宝宝，不行。孩子可以送进暖脉池温养，但我必须跟过去照顾，孩子绝对不能离开我。沈姑娘，暖脉池乃神界重地，你一介凡俗之体，怎能踏入其中陪同神子？简直是痴心妄想！说我不能跟去，这小狼，你们谁也别想带走。唐婉和，你以为这是在凡间，由得你撒泼吗？今天这个孩子，你教也得教，不教也得教。不过是个在凡间被亲族成货物发卖的孤女，浑身泥骚味。你以为靠一场意外爬上了神主的床，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？唐婉和，认清你的身份，你这凡体污浊不堪，根本不配做神寺之母。只要你今日自愿交出孩子，解除母子血脉羁绊，我们念在你生育有功，尚可留你在神殿偏殿苟活。休想！我可以不要神器的身份，也可以离开这高高在上的神界，但这孩子是我在凡间拿命护下来的，谁也别想抢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凡人终究不配，你该回你该去的地方。你敢动他！孩子，还给我。山主，青离这么做，全是为了神系的安危。这凡女血脉污浊，我只是按神界规矩对她进行资格审查。我的孩子终于回来了，我绝不允许这个凡族村妇踩在我头上。神殿重地，审查未完，谁也不许带走神嗣。按神界规矩审查，你也配？从今日起，废除青离神殿议事之权，剥夺其代管神殿资格。传黑爪族长将这毒妇带回族中禁足受罚。没有本尊的旨意，
永世不得踏出半步。唐婉和，你这个低贱的凡女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绝不！谁也不能抢走我的孩子！不许躲！你不知我刚刚看到你的样子有多心痛。是不是弄疼你了？不疼。婉和，疼和害羞，心跳是不一样的。婉和丫头，那毒妇竟然敢对你动用寒玉神台！就是，等会儿我要去黑爪族看看，他们有几条命。寒气已经侵入心脉，婉和丫头刚生产完，凡人之躯本就虚弱，这寒玉神台伤到的是她的魂息，魂息受损。神界的普通灵药只能暂缓寒气发作，若想真正修复寒伤，保住她的性命，恐怕只有仙界拍卖会的内斩温魂玉斩才能做到。秦恒，立刻去取仙界拍卖会的请帖，本尊亲自带他去。姻渊，我能不能不去？我只是一个凡人，什么都不懂，跟在你身边，只会被人笑话，连累你一起丢脸。婉和，看着镜子，你记住，你唐婉和站在本尊身边，从来都不丢本尊的脸，那是本尊的荣幸。唐婉和，你一个低贱的凡女，竟然害我失去神殿大权，被禁足于此！去，拿纸笔来，我要给天眼族的云瑶仙子写信。云瑶是仙族圣女，最是关心神族之事。若她知道神主如今被一个凡女迷惑，把这封信务必亲手交到天眼仙族云瑶仙子的手上，就说南泽神界恐有祸乱，请她务必亲自回来看看。是。姻渊是生性冷酷克制，怎会轻易被一凡女迷惑？甚至为了她重罚清理，这凡女究竟有何特别之处？既然如此，我倒要去看看，这位传闻中能扰乱南泽的神妻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别怕，他们是来认你的。去仙界前，你需要学会感应水脉，这是入场券。按我教你的心法，试着将神石探入水中。看来我果然不是修炼这块料。莫急。姻渊，你离得太近了。靠不得近，你怎么学得会？看明白了吗？南泽水脉认你，万郎朝拜你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一切本就属于你。我真的可以吗？哎呦，哥哥，你这哪是在教嫂嫂感应水脉啊？你这分明就是在变着法儿的哄嫂嫂开心嘛！你来做什么？不好意思打扰了，嫂嫂不是马上要去仙界吗？姥姥和我给嫂嫂准备了很多衣服，我是来叫她过去挑衣服的。嫂嫂，明日就要去仙界拍卖会了，那可是个看人下菜聊的地方，咱南泽的神妻必须艳压群芳，来，快试试这些。阴生，随便找一件素净的就行了，我不习惯穿这些。那怎么行？嫂嫂你天生丽质，就是被凡间的苦日子耽误了。今天必须听我的，你看这件流光锦配你的肤色正好。还有这件云霞纱，穿上它，保管让那些仙界的人看直了眼。太冷了，太艳了。
美则美矣，但好像差了点什么。嫂嫂，试试这个。哥哥，你看嫂嫂穿这身是不是特别好看？是不是太招摇了？我还是去换一件素净的吧。不换，就这件。这只簪是南泽历代神主传给主府的信物，本尊只留给我的妻。带上它，明日到了仙界，旁人一眼便知你是谁的人。我又不是物件。你当然不是物件，你是本尊的妻。竟真的是个凡人女子，一点灵气都没有，浑身凡俗儿。听说是个乡野村妇，靠着意外怀了神嗣才上位。这种人根本配不上南泽神主。唐婉和，神界有姻缘护着你，但在仙界，看你今天怎么收场。我今天一定要给你一个终生难忘的下马威。是天野仙族的云瑶仙子。云瑶仙子可是当年给神主送过救命仙药的人，外界都传她才是神主心中的白月光呢。这下有好戏看了，一个是传闻中的白月光，一个是靠肚子上位的凡俗神妻。白月光，她不仅出身高贵，还对姻渊有救命之恩。她和姻渊……沈姑娘，听闻你此番是为了温魂玉盏而来，那玉盏乃是仙界至宝，蕴含极强的仙力。凡人魂息微弱，若不懂仙气用法，强行使用，反而会遭到反噬伤身。云瑶仙子说的是，婉和确实不懂仙界规矩，但我被神界寒玉审台伤了魂息，这温魂玉盏是为疗伤救命而求。若此物真如仙子所说会反噬伤身，不适合我，婉和也绝不会仗势欺人，强占仙气。这凡女似乎与青离信中所说的祸主妖女截然不同。沈姑娘倒是坦荡，不过仙界拍卖会并非价高者得，若无仙缘，同样不能参加。若沈姑娘才真想拍下这温魂玉盏，你不如先想配不配得上这南泽神妻之名。就是啊，若只是靠着姻缘神主顾着，虽能进拍卖会，但德不配位，咱们仙界难免有人不服气，怕是对两族名声不好。没错，若是连仙界的灵气都镇不住，还能进拍卖会，那可真是闹了大笑话。诸位仙尊，此乃仙界至宝水脉测灵仪，此物极具灵性，只称真正与水脉有仙缘之人。沈姑娘，既然您要求取温魂玉盏，不如先请您用此物向仙界示一番您与水脉的缘分。他们在逼我出丑，若我连这第一关都过不去，只会让姻缘跟着我一起沦为仙界的笑话。需要我处理吗？姻缘，这一次我想自己试。我就说嘛，一个凡人哪里来的什么水脉仙缘，简直是贻笑大方。南泽离湖边，姻缘握着我的手，水波的律动。这是极致纯净的南泽水脉之力，拜见南泽神妻。拜见南泽神妻。我真的做到了。姻缘，我真的做到了。很好看。是这灵气神奇，我只是……本尊说的是你。难怪姻缘会如此护着他，这份不卑不亢的韧性，的确配得上神妻之名。怎么会这样？云瑶这个废物，竟然不仅没压住他，还让众人承认了他的身份。唐婉和，这一次你死定！诸位，接下来的拍品便是能修复一切魂伤的仙界至宝温魂玉盏，起拍价10万高阶灵珠。100万！100万！这简直是天价！这神师为了这个凡女，竟然一掷千金，成交！
不必舍不得灵珠，治你的伤最要紧。真正的温魂神器，触手生暖，但这只玉盏底部却有一丝极难察觉的寒霜之气。慢着，这只温魂玉盏有问题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仙器，你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，根本不懂仙器，休要在这里胡乱质疑。就是啊，这凡女刚得了男泽的撑腰，就敢当众质疑仙界拍卖会的信誉了，简直是狂妄至极！是不是胡乱质疑，一验便知。真正的温魂玉盏，遇温水则生暖物。这玉盏底部被人恶意掺入了极寒之物，若我用它疗伤，不仅治不好魂伤，反而会立刻寒气攻心，当场毙命。这玉盏底部被人恶意掺入了极寒之物，若我用它疗伤，不仅治不好魂伤，反而会立刻寒气攻心，当场毙命。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极恒之物，这是混合了黑爪族特有秘药的寒玉粉。黑爪族，那可是南泽神界的大族。天眼追源，破！这包寒玉粉绝非普通仙商能在市面上买到的，它上面残留的灵气印记，直指黑爪族的内库。是我，一切都是我干的，是我嫉妒神器，私自盗取了内库的寒玉粉，调包了玉盏。你不过是个低阶侍女，身上连一丝开启内库的灵气变动都没有。真正动用神力调包并且主使这一切的人，就在这会场里。不行，我必须趁乱离开。说是被姻缘发现我用了退灵替身逃出禁闭，我就全完了。拦住他！哼，想走？青离，他不是被神主禁足了吗？竟然敢用替身混进来！青离，他不是被神主禁足了吗？竟然敢用替身混进来！天哪，这青罗不是被南泽神主禁足了吗？竟然敢用替身跑出来，还混进拍卖会陷害神妻！我没有陷害他，我只是担心南泽神妻被假仙器所害，才暗中调查。我是为了神嗣的安危啊！既然是担心我被假仙器所害，那为何要在玉盏里放能要我命的寒玉粉？是青离，你还要狡辩吗？你写给我的这封密信上，字字句句都在抹黑沈姑娘，试图借我的手回来制裁她。你根本不是为了神嗣，你只是为了你那点见不得人的嫉妒。违抗本尊禁令，私自逃出，潜入拍卖会陷害我妻。青离，你真当本尊不敢杀你吗？神主，我知错了，但我好歹是黑爪族族长之女，就算犯错，也该交由黑爪族内部处置。神主饶命啊！杀你只会脏了本尊的手。从今日起，废去青离黑爪族贵女封号，剥夺其进入南泽神殿的资格，命黑爪族将其押为族中守候，永世不得再靠近唐婉和和神嗣半步。沈姑娘，抱歉，我之前受了青驴信件的误导，对你心存偏见，甚至出言试探。今日一见，方知沈姑娘胸襟坦荡，聪慧过人，是云瑶狭隘了。云瑶仙子也是受人蒙蔽，事情查清就好。婉和接受你的歉意。云瑶，当年你奉天焰族之命送药，本尊感念天焰族之意，但除此之外，本尊与你从未有过任何男女私情。本尊此生只有唐婉和这一位妻。神主说的是，我可不想背南泽神器的醋债，平白惹人嫌呢。
本尊感念天眼族之意，但除此之外，本尊与你从未有过任何男女私情。本尊此生只有唐婉和这一位妻。神主说的是，我可不想背南泽神器的醋债，平白惹人嫌呢。你们给我站住！我只是输给唐婉涵那个贱人会装可怜，等神主看清，一个凡女终究配不上南泽，她迟早会后悔的。你们有点自知之明，就赶紧把我放开，等我出去了。为什么我为神族筹谋这么多年，竟然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凡女？想不想让唐婉和也尝尝失去一切的感觉？你是南泽旧敌黑江。姻缘已经为了那个凡女毁了你的身份，你如今继续守着这南泽的规矩，又能换回什么？只要你帮我，我就能帮你夺回原本属于你的一切。我得不到的，唐婉和你也休想得到。神主、沈姑娘，温魂玉盏被调包一事，我还要留在仙界彻底查清，给南泽一个交代。沈姑娘魂伤未愈，虽然有了真正的玉盏，但凡人吸收仙气不易。稍后我会命人将天眼仙族的温魂术正义送到南泽，希望能帮沈姑娘更好调养。多谢云瑶仙子。小心！这是……别乱动！这是……别乱动！神主，沈姑娘的魂伤因为刚才强行动水脉之力，已经开始反噬了，必须立刻用温魂玉盏疗伤。神主，沈姑娘是凡人之躯，经脉脆弱，这玉盏的仙界暖物绝不能强行灌入，否则会瞬间撑破她的心脉。必须由您以本源神力作为引导，一点点渡入。凝神，别怕。我不能喊疼，不能让他分心。疼就喊出来，在我面前，别逞强。姻缘，你怎么了？别回头，专心。哥哥和嫂嫂在里面怎么样了？哎呦，我怎么好像都看到哥哥的本体了？小丫头片子，神主在为沈姑娘疗伤，你看什么看？婉和，你在人间和在神界受过的那些伤，本尊会一点点全替你补回来。本尊会一点点全替你补回来。谢谢你，尊上，玄老让您过去一趟。婉和丫头，你虽然魂伤稍缓，但老婆子知道你这心里啊，还是觉得自己只是个被神主带回南泽的凡人，没有根，对不对？今日老婆子就要送你一份大礼，给你在这南泽扎个根。姑娘，这护魂殿可不是普通的藏宝库，而是玄氏一族祭名、点灯、护命的核心重地。只有真正被玄氏一族认下的人，名字才有资格写入护魂册，魂灯才会被整个南泽的水脉世世代代照看。祭名、护命，玄老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一介凡人不该进这种地方的。你既是本尊的妻，这南泽神界就没有什么地方是你不能进。进去。
拜见神主，拜见神妻。嫂嫂好，神妻安好。嫂嫂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等你好久啦。丫头，把手放上去，用你的魂息点亮它。凡人的魂息微弱如烛火，我真的能点亮代表神妻身份的玄世魂灯吗？宝宝，你也觉得娘亲可以吗？从今日起，唐婉和便是我玄氏一族名正言顺、受水脉世代护佑的神妻。我终于在这里有家了。受水脉世代护佑的神妻。我终于在这里有家了。这便是天眼仙族的温魂术招技。温魂玉斩虽能修复魂息，但沈姑娘毕竟是凡人之躯，若配合这天眼调息法，恢复会更稳固。劳烦云瑶仙子跑这一趟。这里需要神主以极少量的神力作为引子。神主若是太担心，不如出去等。您留在这里，那强大的神威反而会扰乱沈姑娘的心神。本尊就在这儿。他竟然也有这么孩子气的时候。神主，调息已毕，但有一事我必须提醒。青离被废除封号，打入水牢，以他的心性，怨念必定极重。南泽水牢虽坚固，但封禁绝不可松懈，以防生变。传令下去，黑爪族水牢禁止再加3道，加派黑金神卫日夜看守，若有任何变动，格杀勿论。他不瞒我是把我当成正可以并肩的妻子，既然他护着我，我也绝不能拖他的后腿。我会小心的，绝不离开寝殿和护魂殿半步。唐婉和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到时候了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到时候了。神妻，这是刚摘的仙雾果，最是滋养凡胎，您尝尝鲜。嫂嫂，这是属下在深海寻得的暖玉，给小神司压惊最好不过了。嫂嫂，你看这些纱灯都是大家自发挂上去的，说是给嫂嫂和小侄儿的见面礼。在人间，我被当成怪物发卖；在神界，我被当成污浊的凡女。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也会被这样捧在手心里。谢谢大家，这太贵重了。你第一次逛咱们南泽小集，绝不能寒酸，看上什么随便拿，我哥付钱。这些灵草连同药楼全要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多谢神主，多谢神妻。我只是觉得好玩，多看了一眼。你是不是打算把整个小集都搬回寝殿去？你从前在凡间什么都被人抢，如今在南泽，你是本尊的妻，你喜欢什么都可以拿。他竟然连我在凡间受过的那些苦都想千倍百倍的补偿给我。小侄儿，这是看上这枚铃铛了呀？这可是小侄儿第一次集跳礼物，必须买下。这可不是普通的玩物，这是极其罕见的半生灵。半生灵，此灵一旦与神似的气息绑定，便能与母子心绪相连。神似若有任何不安或危险，铃声便会提前击响示警。宝宝真聪明，知道挑个铃铛来保护自己和娘亲。宝宝真聪明，知道挑个铃铛来保护自己和娘亲。乖宝宝，以后有这铃铛陪着你，娘亲和爹爹就能第一时间知道你开不开心了。嘿悠悠，哥哥，你看小侄儿多会挑礼物，这半生铃一响，嫂嫂的心都化了。
小侄儿可比你会讨嫂嫂欢多啦。魂伤好些了，今日是否还想继续学水脉改运？我不想一直被大家当成易碎的瓷娃娃护在身后。既然我已经点亮了魂灯，成了南泽的神器，我就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强。屏息，顺着水流的律动。站在远处的那个人，不要害怕。是水脉乱了，还是心乱了？你故意扰我，你大胖子！我的心值得激动啊，等候啊，星星点亮你眼睛。不行，你魂伤还没彻底痊愈。那若伤好了呢？神主，半生灵为何想得如此急促？那是青离曾经掌管的南泽酒库。走，过去看看。走，过去看看。神主，这香炉内并无明显的毒性反应。不对，这味道虽然被安沉香掩盖得很深，但里面分明夹杂着和拍卖会上寒玉粉一样刺骨的阴冷气息，还有废狼神庙里那种让人失控的残香。等等，别急着毁掉，这香炉里有东西。哦，什么东西？这是黑灵粉。找死！对方既然大费周章把这香炉送进南泽，就一定会想办法确认我是否中计。现在毁了它，只会打草惊狼。你想怎么做？将计就计，引狼出洞。快去温养殿！嫂嫂突然腹痛难忍，小狼的气息也乱了。看来唐婉和那个凡女已经吸入了黑磷粉，等配上这迷魂香，南泽神寺必死无疑。等配上这迷魂香，南泽神寺必死无疑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暗害神器！黑爪族的旁支侍从，唐婉和，你这个低贱的凡女！神主被你迷惑，早晚有一天，那污浊的血脉会害他神寺，会毁了整个南泽。既然你说黑蛟是为了神寺好，那为何还要在这温养神寺的香炉里下毒？不必问他，天眼术自会追溯本源。这黑灵气不仅有黑蛟的气息，竟然还与水牢中的青螺产生了极其强烈的牵连。玄母，传令水牢看守，给本尊死死盯住青离，连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进去。失败了，那个废物不仅没把香罗送进温养殿，竟然还被唐婉和那剑士设局抓住了。我说过，
唐婉和没那么好对付，温柔的下毒手段不行，就该直接来硬的。等神嗣稳行那天，天地异象，神界防守最弱。只要你肯配合我，我们直接夺走神嗣，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我吞噬，不是更痛快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黑蛟残党潜入，青离在水牢中依然能与外界勾结。别怕。本尊已经加固了南泽的所有结界，水牢也派了重兵把守。只要有本尊在，任何人都伤不了你。和孩子分好。我相信。不好，神主、沈小姐、神嗣好像要提前稳刑了。不好，神主、沈小姐、神嗣好像要提前稳刑了。宝宝，我的宝宝。宝宝别怕，这是爹爹。传我的命令，立刻点亮南泽所有的护寺灯。夫人，让我看看小殿下的神脉是否稳固。小侄儿，嫂子，他长得真好看，跟兄长真像。恭迎神嗣降生，天佑南泽。这一次，你和孩子都不是孤零零的，我会永远守在你们身边。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。我永远守在你们身边。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。神主，小殿下这是出生太早，导致先天神力不稳，这经文暂时还没稳固，绝对不能离夫人太远。需要如何调理？需要用南泽的暖脉阵温养，再辅以固元当药。只是小殿下现在格外依赖夫人。我来试试。原来威震3界的南泽狼神也有不会做的事啊！动作快点儿，暖脉阵的阵眼一定要对准床榻。嫂嫂，快看，这是我从小金库里找出来的，全都给小侄儿戴上。他还这么小，带不了这么多。这个铃铛倒是挺合适。你睡，我来哄。他身体还很虚弱，现在绝不能碰他。他身体还很虚弱，现在绝不能碰他。神主，是黑灵气，水牢深处有黑蛟的残余气息在波动。传令护卫，即刻加固水牢9层枫叶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水牢出事了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不行，黑灵气对神嗣有致命威胁，你留在这里，温养殿有暖脉阵护着，最安全。云渊，你是不是又想瞒着我？好，我带你同去，但你必须寸步不离我身边。
失去了一切，而他却得到了神主的偏爱和神嗣。那小孽种刚吻型，神力最不稳定，只要夺取神嗣的水脉，唐婉和就会彻底失去一切。既然我什么都得不到，那你们也休想好过！只要夺取神嗣的水脉，唐婉和就会彻底失去一切。既然我什么都得不到，那你们也休想好过！找死！音乐，看地上的水脉，他们想污染水脉。糟了，他们的目标是宝宝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毒妇，南泽留你一命！你竟敢勾结黑蛟，谋害神嗣！不，雪宝，我没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证据确凿，云瑶也从你的身体里查到了黑蛟印记，你又如何解释？是黑蛟，是黑蛟的残影蛊惑了我，逼我这么做的，我是被逼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满口谎言，不敢说真话，那我不介意探查你的神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救啊！神主救啊！神主救啊！神主明鉴，黑爪一族对南泽忠心耿耿，绝不可能勾结黑蛟。交出黑爪族内库所有账册密卷，即日起封锁族地，接受南泽全盘清查。若有隐瞒，杀无赦。在想什么？夺嗣的阴谋虽然败露了，但青灵临死前那怨毒的眼神，我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容易结束。青离走到这一步，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与你无关。你只需要护好自己和孩子，剩下的我来解决。族长，大小姐的魂灯已灭，神殿那边又要彻查内库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别查，隐渊被凡人迷惑，他不配做南泽之主。我们黑爪族绝不低头。我们黑爪族绝不低头。嫂嫂，快看，这些都是南泽织造坊连夜赶制出来的，你看看喜欢哪件？这些是婚服。傻孩子，清离的事情了结，神主说要给你一场真正的大婚。从此以后，你既是神嗣之母，便是我南泽名正言顺的神后。婉和，以前在凡间，你婚事被抢，受尽白眼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仓促，更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。你可愿嫁？看来我这小侄子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带嫂嫂接受了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三界都知道，你唐婉和是我姻缘明媒正娶的妻。你唐婉和是我姻缘明媒正娶的妻。嫂嫂，快看这件，你穿上这件，定要艳压三界，让那些说你凡人不配的人全都把嘴闭得严严实实。艳压三界。从前在凡间，唐耀祖抢走我爹娘的遗产，站在陆承安身边。那时，我连一句委屈都没人听。婉和，这不是对你的补偿，这是你本来就该有的体面。灵叔说的对，这官不是因为你生了神嗣才给你，是因为姻渊认你为妻，南泽水脉认你为神后。是不是不好看？不是不好看，是太好看，好看到我怕自己等不到大婚那时。哥哥，你看，连小侄儿都在催娘亲戴冠了。
主，黑爪族全族披麻戴孝，抬着清离熄灭的魂灯，强行闯入了祖庙。黑爪族长哭喊说，清离是被神主逼死，要求南泽给他们一个交代。说清离是被神主逼死，要求南泽给他们一个交代。神主，清离纵有千错万错，也是被那黑蛟残党蛊惑。神主却为了唐婉和，迁怒我整个黑爪族，逼得清离魂灯熄灭，连最后一条生路都不给呀！你既然知道他与黑蛟残党有往来，便乖乖交出黑爪族内部所有与黑蛟往来的记录，而不是来祖庙闹事。若真闹大，本尊不介意让你连哭丧的机会都没有。真正该查的不是清离，而是唐婉和。这是清溪旧案残卷，当年满村先祖盗取狼神血，供奉断绝。这卷轴上清清楚楚记着，唐氏一支曾参与其中。唐婉和能怀上神嗣，未必是天命，或许是唐氏一脉早就窃取过狼神血。妖物不祥，血脉不净，这些话在满村我听了无数遍。为何到了神节，还要拿这些来定我的罪？玄主，大婚在即，若救援不清，这神后之位，南泽上下难以服众。大婚必须暂缓，请唐婉和暂居祖庙偏殿等候查证。至于神嗣，小殿下暂由玄老和灵叔照看，以免神嗣受母体救援牵连，沾染不洁。谁都别想再从我手里抢走孩子。唐婉和是我妻，神嗣是我子，南泽没有任何人能以救援之名拆散我们。身为神主，竟执意徇私护他，请神主受3道祖庙戒罚，以正南泽法度。糊涂！黑爪族3言2语就牵着你们的鼻子走，拿戒鞭对准神主，你们疯了吗？祖庙规矩早立在前，神主竟因私情阻断旧案查证，必须受戒罚，这是南泽的根基。神主本该以身作则，不然就让我们带走此凡人，接受调查。但我绝不与孩子分开。我不会让你们带走他的。打！别怕，站在那儿。神主宁愿受戒鞭也要护住他，越是如此，越说明这唐氏旧案有鬼。既然不让我们把人带走，那就在这里审案，带证人。就是他！各位神仙爷爷，他从前在满村就是个不祥的灾星。他生下小狼那夜，万狼元老篡，差点把我们整个村子都毁了呀！他从小命就硬，谁靠近他谁倒霉。他那肚子里的东西根本不是福报，是祸害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蛊惑狼神大人，将我们一家3口变成畜生。我爹就是因此没了。神仙爷爷们要替我们一家人做主啊！难不成他真的有问题？这人确实是唐氏女子。这人确实是唐氏女子。诸位看清楚，这就是唐氏一脉叛神的铁证。他们早就想杀狼神，作孽呀！大家伙都看见了吧？这小贱人果然血脉不净，否则怎么会生下小狼？怎么会引来这么多祸事？唐婉和，你连累了满村不够，还要连累南泽神界吗？又是这种眼神，在满村的废庙里，他们也是这样看着我，喊我妖物，逼我交出孩子。一道残卷能证明什么？云瑶仙子？不对，这画面不完整。你们看他的刀锋朝向，若是刺杀狼神，刀尖应直指神像心口，但他手腕翻转，刀刃向外，这分明是在割断缠绕在神像外围的某样东西。一派胡言！旧卷画面已然摆在眼前，疑点重重，大会应当立即停下，将唐婉和押入偏殿。谁敢断影，便是心虚。真正怕旧影完整的人，难道不是姻缘神主你吗？神主这是贼喊捉贼。难道不是姻缘神主你吗？神主这是贼喊捉贼。
青柳，你的魂灯明明已经熄灭，你怎么会？我并非死而复生，只是侥幸从黑蛟手中逃出一条贱命。我之所以不敢立刻回南泽，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比黑蛟更可怕的真相。神主为了保住唐婉和这个凡女，早就查出清溪救冤与唐氏有关。你强行压下旧卷，隐瞒真相。黑蛟夺嗣后，神主又借机清算我黑爪族，将我们逼上绝路。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替唐婉和扫清大婚的障碍。黑爪族内库被查，子弟被罚，原来全是因为神主偏宠一个血脉不净的凡女。神主，青离说的可是事实？绝无可能。倘若我有证据，这是我拼死从黑蛟残党手中夺回的证物。这神印上的封印气息，足以证明神主曾经亲自封同过清溪旧卷。不对劲，这神印的气息虽然像阴渊，但光芒却透着一股阴冷的死气。神主早知唐氏旧案有疑，却为一己私情强行压下。你有什么资格做南泽之主？神主早知唐氏旧案有疑，却为一己私情强行压下。你有什么资格做南泽之主？这神印做不得假。若真是神主为了私情压下旧案，那南泽的规矩岂不是成了摆设？别担心。若神主问心无愧，就请唐婉和暂时交出神嗣，在祖庙偏殿接受7日查证。只要7日后水脉证明唐氏清白，我青莲愿当众向唐婉和磕头赔罪。孩子是我的，我绝不可能交于外人。放肆！神主拒不交人，阻碍公义。今日必须受祖庙界边第3道惩罚。不可能！这枚神印根本不是南泽正言，它出自黑爪族内库，而且这伪造的神印里还混有祖庙保守长老的独门印文。还混有祖庙保守长老的独门印文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伪造神印，栽赃神主！尹渊，你为一个凡女打压我黑爪一族，迟早会毁了南泽的根基。不错，我与黑爪族合作，就是因为不满你为了这个女人屡屡破坏南泽规矩。找死！你不过是仗着姻缘的牵爱，仗着那个神嗣，你一个凡人，凭什么让南泽为你破例？凭什么让他为你受级鞭？受死吧！从前在满村都是你挡在我前面，这次换我来护你。你一个凡人，
靠着神似的经文撑得了一时，撑不了一世。等你魂息耗尽，就是你的死期。诸位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只是在借神似作为，他根本没有被南泽水脉承认。这不是借神似之力，这是凡魂入神脉的前兆。唐婉和自己的魂息正在被南泽水脉真正承认，他要成神了。婉和，回来！你现在是凡人之躯，没有准备，根本承受不住。从前被唐谭家推着去卖钱，被村民绑着去火祭，我都没得选。姻缘，这是我第一次能自己选，我不退，我想自己走完这条路。这是我第一次能自己选，我不退，我想自己走完这条路。若痛，就抓紧他。喝下去，你这败坏门风的烂货！一个丧门兴盛的妖物，也配活在世上？烧死他！凡女，你不配。婉和，我怕过，我求过，可我求来的只有变本加厉的欺辱。我唐婉和再也不会跪着任由任何人夺走我的孩子，再也不会跪着任由任何人夺走我的孩子。怎么可能？他以凡人之躯入水脉，还能活着出来？他成神了！原来这才是真相。黑爪族一直和黑蛟有联系。婉和，只要神子在我手里，医院就不敢定我死罪。给我！唐婉和，你不过是靠着姻缘的偏宠和这个神似才有今日。若没有孩子，你一个凡女什么都不是。神主明鉴，一切都是青离之孽女和保守长老所为。我黑爪族上下只是被逼无奈，被蒙蔽了双眼啊！退灵替死符，伪造南泽神印，在祖庙埋下黑灵香灰。黑爪族长，你觉得哪一样是青离一人能做到的？传本尊令，黑爪族涉世长老全部押入南泽醉牢，永夺议事权。黑爪族内库即刻封查，凡参与做局者一律废除修为，严惩不贷。至于青离，废去全部神族身份，抽其仙骨，流放荒水边境，永生永世不得踏入南泽半步。这一次我没有躲，他们也没能抢走我的孩子。你做得很好，是我来迟太多次，往后绝不会了。
南泽众不听令，唐婉和就罪，纯属诬陷。从今日起，她不仅是我玄氏任下的妻，更是因自身魂息水脉认可的南泽神后。谁若再敢有半分轻视，便是与南泽水脉为敌。唐氏一族当年并非叛神，而是舍命阻止黑蛟偷取狼神血。这完整的真相，今日起刻入南泽水镜，3界共鉴。孩子，你听见了吗？娘亲没有罪，我们都不用再背负那些不属于我们的骂名了。我们都不用再背负那些不属于我们的骂名了。赵代赵婉和，婉和，诏告已下，南泽准备重新庇佑满村，你可要亲自回一趟满村。若你不想，也可以。我要回去，不是为了求他们原谅，也不是为了听他们认错。我要亲手把那里的黑香洗净，我要亲手点燃第一盏正香。好，我陪你。好孩子，去吧。这一次你不是回去受审的，你是回去主祭的。茵茵、灵叔，你们跟着神后，谁敢在凡间对他不敬，直接打断腿。是，谁敢欺负嫂嫂，我一把火烧了他们。去吧，把过去的委屈都留在那里。都留在那里。当初田氏和唐耀祖就是让人用粗麻绳绑着我，沿着这条路一路将我拖向废庙。那时候道路两旁站满了人，他们眼里全是恐惧、厌恶和看热闹的兴奋。恭迎神后！神后，废庙已经封住了，里面那个沈妖的救火盆、绑人的旧绳索，还有神像前的黑香灰，我们都没敢试动，只等神后回来发话。若是不是，我们先离开，这里交给神职。从前，这座庙被你们拿来审人、烧人，逼人交出孩子。如今，既然要洗清旧怨，就由你们亲手把它清干净。把那个火盆搬出去，砸碎，把那些绑过人的绳索全部剪断，把神像前所有的黑香灰一盆盆给我洗得干干净净。这不是为了让我消气，我要让满村世世代代都记住，从今往后，这里再也不能有任何人被推上来接受这种恶毒的审判。现在知道哭了，当初跟着起哄的时候，你们的声音可没这么小。神后恕罪，孩子不懂事，冲撞了神后。让他扔进柴堆里，烧了它。你要让你的孩子从小就知道，这东西以后永远不能再用来绑人。
娘的名字。怎么了？这是我爹娘的名字。旁人都说我父母当年行事不端，祸乱一方，就连田氏也整日这般数落，骂他们罪孽深重，连累我受尽白眼。原来根本不是人传言那般，他们当年立下这般誓言，一心想要嫡亲协会，守护此地清白，何曾做过半分恶事？神后，你父母在世时确实常来这庙里悄悄修瓦、清沟换香案，只是后来出了意外，村里人觉得是狼神旧怨发作，便彻底荒废了。婉和，你的父母有这份心意，肯定不会是坏人。这第一炷香，该由你来点。神像终于活过来了！感谢狼神庇佑，感谢神后庇。神像终于活过来了！感谢狼神庇佑，感谢神后庇。林叔姑母，你快看看他怎么了？是不是刚才清溪的正香冲撞了他？婉和别怕，小殿下不是受伤，是他的神似气息终于彻底稳住了。稳住了。小殿下原本因为清离的黑灵气暗损，导致提前稳形，稳住了。经文一直不稳，所以才只能暂时维持银白小狼的形态。可如今清溪正香由你亲手点燃，清溪的旧水脉重新接回了南泽水脉，小殿下同时承接了你的神纹阴渊的狼神血脉，再加上这股纯正的水脉之力，三重回应之下，他根基已补足，便能提前化人形了。娘，爹，你胡闹！小侄儿化形了，太可爱了吧！快让姑姑抱抱。看来清溪这一趟，不仅洗清了你的旧怨，也真正补全了我们孩子的根基。娘亲戴冠，嫁给爹爹。哥哥，你看，小侄儿比你还会催婚。娘亲好看，爹爹也看。既然小神子都开口催了，这婚谁也不能再拖。来人，继续准备神后大礼。婉和姐，你快来看！娘亲，等等我呀！哇，娘亲好看！是不是又忍得很辛苦？你今日若再这样看我，这神后礼恐怕真的要等不到了。哎呀，小侄儿别看，爹娘有正事要办。恐怕真的要等不到了。哎呀，小侄儿别看，爹娘有正事要办。
神后，当日拍卖会上的事纯属一场误会。误会？当初你们嘲讽我嫂嫂凡人身份，恶意抬价羞辱温魂玉盏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误会？我不需要迟来的体面，但南泽神殿不欢迎轻贱凡人的客人。送客。南泽祖庙公议已定，唐氏旧院查明，当年唐氏一脉并非叛神，实为阻止黑蛟盗血。今日起，唐婉和之名，以南泽神后之尊，正式载入神族正卷。神主，唐婉和虽已觉醒神纹，但毕竟出身凡间，魂息单薄。这神后礼是否该暂缓，等他神力彻底稳定后再行加官，以免他承受不住水脉之重，也免得三界不服啊！不劳寡心，我能不能受得住这水脉，我自己说了算。宝宝乖，这一次娘亲自己来。竟有如此大的神威！恭迎南泽神后，恭迎南泽神后。神后礼即刻开始。娘，我终于不再是那个被人拖着走向审判台的孤女了。我妻唐婉和并非因诞下神嗣而贵，她凡人之躯，拼死护子，绝境之中自行破局，洗清旧怨，水脉自正。她凭自己的魂息得到南泽水脉最高认可，这南泽神后之位，非她莫属。好孩子，以后你就是名正言顺的南泽神后了，没有人敢再欺负你。谢谢姥姥。怎么还怪感人的？娘亲，厉害！我第一次走进这里时，连呼吸都不敢用力，我怕我一个凡人的魂息根本点不亮神族的魂灯。现在看着它这么亮，我才觉得南泽是真的接住我了。从前在凡间给你狼毛，是让你有难时能寻到我，但这枚不同，这一次不是让你来寻我，而是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凭着它先找到你。我可以吗？爹爹娘亲，不许丢下宝宝。婉和，你刚觉醒神纹，神脉还不稳，切不可贪凉。叫娘亲神后。娘亲最好。哥哥，你别光顾着看嫂嫂啊！今日可是大喜的日子，还不赶紧敬嫂嫂一杯？
敬神后。真装。爹爹，牵娘亲，亲，向登登房。登登房是什么？你这是？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带神后回寝宫休息了。宝宝也去。乖宝宝，今晚你跟祖母母睡。没错，你爹爹本体都要出来了，快别打扰他啦。没错，你爹爹本体都要出来了，快别打扰他啦。如今还怕不怕？万和，你如今是南泽神后，但在我面前，你永远可以喊疼、喊怕、喊累。祖姥呢？为什么爹爹娘亲还不起床啊？宝宝都吃完2颗果果啦。哎呦，小祖宗，你爹娘昨夜太累了，咱们让他们多睡会儿啊，乖。累了，爹爹娘亲是不是偷偷生小妹妹去了？小侄儿这句话，我一定要拿个流音法器录下来，放给全南泽听。你还笑，我都不好意思出这寝殿的门了。哦，你昨夜可不是这么小的胆子。你昨夜可不是这么小的胆子。我不管，我今天一定要跟娘亲睡。乖宝宝，你娘亲还没回来呢。走，祖姥姥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咦，小神字刚化出人形不久，夜里偶尔可能会露出狼尾，这安神香能护他心脉，千万不能让他着凉了。娘亲，宝宝可以在这里睡一晚吗？这样就可以偷吃零食啦。神嗣既然化形，就该早早学会独睡。没事，刚化形都这样，慢慢就稳了。孩子已经安稳了，我们回吧。今晚我不会再心软跑回来了。爹爹把娘亲藏起来了，我好几天没和娘亲一起睡觉啦。乖宝宝，你娘亲如今是南泽的神后，她有护佑一族的责任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直被你这个小皮猴霸占着了。神后，
这是南泽历代神后掌管族中水脉与亲族事务的规矩总册，请神后过目。规矩是给你用的，不是用来困住你的。我初掌南泽事务，有不懂的地方，我会学。但是，但凡旧册中与凡间清晰水脉、神祀温养，以及族中欺怕弱小有关的陈规旧规，从今往后都要给我全部推翻，重新审过。谨遵神后法旨。启禀神后，凡间满村送来了第一批正庙供奉的新米和清水，村民们跪求神后赐下一道水脉祝福。村民们跪求神后赐下一道水脉祝福。神后娘娘，废狼神庙的门槛已经重新定得结结实实，老水沟也清干净了。村里的孩子们现在都知道，那座庙里以后永远不许再绑人，不许再烧火盆了。你若不想，也不必勉强。他们有在慢慢变好，我应该给他们这个机会。去吧，试着用你神后的力量回应清晰的正向。娘亲，宝宝也来帮娘亲。宝宝乖，这一次娘亲自己来。等你长大了，我们再一起守着这水脉。感谢神后庇佑，感谢神后庇佑，感谢神后庇佑，感谢神后庇佑。玄母，我爹娘他们只是凡人，这鸡鸣阁里供奉的皆是神族先烈，将他们的名字送进去，是否不合规矩？糊涂！护佑水脉之人，从不分凡人和神族。你是我南泽的神后，你的来处，你父母的善念，理应被南泽永世铭记。爹娘若泉下有知，看到这一幕，应当会安心了。他们会知道的，知道你如今有了家，有了孩子，也有人拼死护着你。宝宝要给外祖父、外祖母守灯。婉和，你父母的来处已经被南泽彻底接纳，接下来你也该真正学会如何掌管属于你的水脉了。从今日起，我将亲自教你分摆这南泽水脉，我将亲自教你分摆这南泽水脉。是水脉乱了，还是心乱了？神主靠得这么近，水脉当然会乱。你神力尚未完全稳定，不许招我。那若是我神力稳了呢？那时我便不会再指忍着。婉和，你的神纹已经彻底稳定了。神纹稳定，便能正式分掌南泽一脉了。传令下去，3日后由神后亲自主持一次小型水脉祈福。宝宝也要去，宝宝也要和娘亲一起受水脉。一次小型水脉祈福。宝宝也要去，宝宝也要和娘亲一起受水脉。哇！
还有小祖宗，快收回去！今天可是你娘亲祈福的大日子。从今以后，南泽由我们一起守。宝宝以后也要和爹爹娘亲一起守家。小神嗣既画出人形，又能开口认家，今日也该正式给他取个名字了。宝宝要爹爹和娘亲取。我希望这个孩子一生清明，永远不要被过去的旧怨与人心的恶意拖住。好，那名中便带一个清字，姻亲，乳名昭昭。昭昭，海爹，拜见姻亲小殿下。拜见姻亲小殿下。这可是姑姑亲手做的，以后小昭昭跑到哪儿，姑姑都能找到。昭昭有了名字，也有了家。婉和，你也是。爹爹娘亲也要一直有家。婉和，大婚那边是给三界看的，可我还欠你一场只有家人在场的小婚宴。小婚宴？你从前在凡间被太多人围观，被审判，被指指点点。我只想给你一场没有外人目光，没有凡夫规矩，只有家人祝福的拜堂。太好了，交给我，我去布置灵狐小婚宴。昭昭也要去，昭昭也要去。婉和，这场婚宴不给三界看，只给你。这场婚宴不给三界看，只给你。大婚那日，有太多人盯着你。我知道你从前被人围观，被审判过太多次，所以今日这里只有家人。我不想让你再觉得你站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还必须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。姻渊，我如今已经不怕别人看了。不怕是一回事，我心疼你是另一回事。哎呀，哥哥嫂嫂，别光顾着抱呀，快拜堂，拜一次真正的天地。一拜天地水脉，二拜亲族长辈。昭昭也要，昭昭也要。爹爹娘亲，我们拜完了，是不是以后就可以永远依在一起啦？爹爹娘亲，我们拜完了，是不是以后就可以永远依在一起啦？是，以后我们一家人会一直在一起。真好，咱们南泽终于热闹得像个真正的家了。
神奇。昭昭，你看，这清澈见底，没有一丝杂质的，便是我们南泽和清溪的清水正香。小淘气，你给我站住！别拽我的铃铛！婉和，如今还怕这高高在上的神明之地容不下你一个凡人吗？你就亲眼看着你这孽种！不要！是我误你，也是我来迟了。尔等蝼蚁竟敢对我七羽神族动手！娘亲，从前我像浮萍一样没有家，但如今这里就是我的家。青儿，不怕了，我回家了。